不好意思，兄弟们，这次我真的要教会你改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能。那么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之后呢，再也不用去抄别人的改枪吧，咱们新手啊也能有自己的改枪思路。OK， 我们先到改枪派。首先呢，看懂枪械的属性是改枪的第一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一般枪械的属性呢有12种，但是有3个属性是基本固定的，那就是基础伤害、护甲伤害和射速。有部分枪械如腾龙、QCQ 冲锋枪、QGB 轻机枪、PSG 射手步枪、SR9 射手步枪，那么可以通过添加导气或精确扳机呢来提高射速。另有部分枪械如勇士、SMG、SAR2K 等等冲锋枪、霰弹枪和部分手枪呢，可以通过使用肉弹来增加基础伤害。我们点击详细属性，先看基础伤害。基础伤害呢，就是肉伤用枪打没护甲的人造成的伤害。另外呢，伤害会根据距离产生衰减。看伤害衰减倍率图呢，可以知道这把枪在不同距离所产生的伤害衰减。右边的分部位伤害呢，其实就是这把枪在有效射程内对不同部位造成的不同伤害。你知道这把枪的基础伤害适合打什么距离，适合打什么部位，才能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适合你的枪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说很多兄弟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压枪。影响你压枪的呢，无非就3个东西：后坐力、狙枪稳定，还有就是压枪技术。后坐力控制数据呢，是决定每一颗子弹之间的间隔和枪口跳动的距离。后坐力分垂直呢和水平后坐力，如 2K0 前握、共振1带握把、0鸣三角握把、斜侧握把等配件呢，可以降低垂直后坐力；如密令斜角握把、K1 精英握把、斜侧握把等配件呢，可以降低水平后坐力。具体改装效果需要看弹道图和配件特性呢去调用。这个线差不多直就行了，没必要一定垂直。说到狙枪稳定性呢，这里指的是枪械开镜时瞄准镜的准心晃动幅度，在枪械连续开火时，枪械准心的稳定性，以及开镜时降低受到敌方子弹伤害时的准心上抬幅度。那么通过屏息也可以短时间内提高狙枪稳定性，并降低枪械后坐力。狙枪稳定性的越高，屏息时间的越长，降低的后坐力越大。可以看细分属性倍率和呼吸晃动这个图。白框呢是不屏息时准心晃动的范围，绿色的呢是屏息时准心晃动的范围。这个红色框就是屏息时间久了产生的呼吸紊乱。那么什么情况呢需要屏息？一般在架枪、中远距离作战，或者是超过枪械有效射程时需要屏息，从而呢保证这个枪械的稳定性。OK， 兄弟们，今天的这个内容较多呢，操控速度和腰射精度呢，我们下期再讲。我也做了一个针对新手的性价比枪械改装实例，仅需14万哈弗币左右。那么不论是腰射肉弹修脚，还是开镜压枪控制都能稳稳上手。改枪码放在这里，大家可以自取。各位彦祖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能。那么这次我真的要教会大家改枪。上一期呢讲了基础伤害、后坐力、狙枪稳定，这期来专门讲讲操控速度。操控速度呢，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操控速度越高，你开镜及腰射开枪的速度就越快，你的 TDK 就越短。一般来说，操控速度快就会牺牲枪械后坐力及狙枪稳定性。如果追求枪械控制，那么操控速度就会有一定的牺牲。那么追求操控速度，就是在追求短 TDK， 也就是在钢枪的时候咱们能够快速开火秒人。但相对应的，枪械的稳定性就越差。所以说，追求操控速度适合有加枪技巧的人。OK， 下面我们说腰际射击精度。腰际射击精度呢，是指不开镜直接射击的腰射准度。一般呢，15米左右的近距离是比较适合直接腰射。一般在冲锋枪中使用腰射打法的居多，当然也适用于喜欢打拜佛枪法的选手。当你在开枪过程中趴地时会自动切换为腰射。最后我们再解释一下枪口出速度。枪口的出速度呢，可以理解为子弹出膛时的速度，决定的呢是子弹飞行速度和弹道下坠。射手步枪和狙击步枪一般都要追求较高的枪口出速度，以减少弹道下坠和子弹飞行时间，用更快的速度打击到境内的目标。OK 兄弟们，看懂详细属性呢是自己改枪的第一步。这里也做了一个适合新手玩家兼顾压枪和伤害的枪械改装示例，大家呢可以自取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Hello， 各位彦祖们，那么今天欢迎来到阿能的新手改枪第3期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穷贵流的超高性价比改枪方案 QBZ 突击步枪。这是一把被严重低估的突击步枪。那么它拥有42的超高护甲伤害以及72米超远的有效射程。同级子弹呢打同级护甲仅需2至3枪即可碎甲，5弹打5甲3枪即可碎甲，0.4秒就可以清空击倒，可称之为护甲的收割机。搭配呢这一套改枪方案，仅需16万就可以做到搏杀击命，就算是在绝命也有一战之力。那么进入改枪界面，首先选择长弓平台套件，其次选择长弓枪管，增加枪械的射程和稳定性。枪口选择钢制膛口，增加枪械稳定性。握把选择使用垂直握把，因为穷。后握把选择 M7 稳定后握，也是因为穷。弹夹选择30发弹夹，可以增加小幅操控速度。托腮板兼唯一选择，增加枪械稳定和操控速度。瞄准镜选择自己喜欢的即可。这里我推荐选择的是反射式瞄准镜，也是因为它便宜。贴片可以选择2个 KC 贴片，用来小幅增加狙枪稳定性，那么可以做到稳定50米压枪，达到90%的命中率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呢，我把改枪码也直接放在这里，后续大家也可以自取。总结一下这把枪除了肉伤低，实在是找不到其他的缺点，在现版本的满改枪都在70万左右的情况下，依旧有一战之力，那么堪称以小博大的最佳武器。以上是阿能个人推荐的一个武器感谢大家，再见。一首歌的时间教您玩会把枪，欢迎来到阿能新手改枪第4期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仅需35万左右就能搏杀5套、脚踩6套的版本新神 K437，有着均衡的甲伤和肉伤的同时，又拥有不俗的射速，
甚至呢还有很高的枪械稳定性，让它不管是在近战突猎还是中远架枪呢，都有着很高的优势。同级子弹打同级护甲仅需0.3秒即可轻松击倒，即使是面对6套大人，也可做到0.4秒超快击杀。下面我们进入改枪页面，枪口推荐钢制膛口支推器，减少枪械复读率；前握把推荐 RK0前握，减少垂直后坐，更容易压枪。后握把选择 ARMOE 后握把，增加枪械稳定性和后坐力控制。枪托选择416稳固枪托，可以大幅增加枪械稳定性。瞄准镜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，这里呢我推荐2个增刀架加1个红点。喜欢圆点架枪的玩家呢可以选择火控侦察 1.5:5 或视点3倍镜。注意需要添加1个激光雷指，增加操控和近距离作战的能力。贴片选择 KC 猎犬护目片，小幅增加狙枪稳定性。下面是精校部分，枪托上下拉右，后把上右下左，前握把上右下左。50米打靶稳定无后坐，100米压枪也是完全无压力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呢可以更快的体验改枪码直接奉上。总结一下，这把枪的缺点在于5级子弹打5级头盔需要3枪，打高耐久的6套大人呢会有一些乏力，但也未必不可一战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后续呢我将带来更多的改枪方案。再见。一首歌的时间教您玩会一把枪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5万左右满改版本之神哈弗 B 喷射器。欢迎来到阿能的新手改枪第5期。那么它拥有突击步枪中最高的射速以及最高的护甲伤害，同时呢还拥有不俗的肉伤，无论是面对5套小人还是6套大人都能轻松洗碎。它的近点作战能力非常恐怖，使用5级弹呢在有效时长内达到5套最快仅需0.2秒，达到6套更是可以达到惊人的0.3秒，妥妥的近战杀神。新版本的加强呢让它无需再为枪械稳定性发愁，满改的情况下无需考虑后坐，仅需轻微压枪，按住鼠标左键疯狂输出即可拿下敌人，爽吃物资。下面我们进入改枪推荐页面，安装唯一 VSS 海啸长枪管，增加枪械射程和稳定性。前握把选择密令斜角握把，大幅减少枪械水平后坐力。弹夹选择45发大弹夹，提高容错。后握把选择 AK 重塔握把，搭配稳固握把底座，大幅提高枪械稳定。枪托选择 MRGS 镂空枪托，提高操控速度和枪械稳定。瞄准镜选择2个增刀架加1个红点。记得呢要安装1个激光，开启激光时大幅提高操作速度，可以更快的开镜。喜欢爆闪的玩家也可以安装2个爆闪手电，可以大幅增加近点作战能力。精校界面，枪托上右下右，后握把上右下左，前握把上右下右，枪管上右下右，瞄准镜建议上左。下面依然是这把枪的改枪码奉上总结一下，这把枪的缺点呢在于有效射程不长，打50米外的目标呢命中率不高，并且呢有伤害衰减，有效射程内打头需要3枪才可击倒。同时高射速带来的影响呢就是子弹快速倾泻，局内的消耗呢会随之变多。阿能呢建议先瞄准后开枪，减少呢这个带来的子弹消耗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呢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后续呢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改枪方案。再见。一首歌的时间教您玩会一把枪。欢迎来到阿能的新手改枪第6期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穷鬼流的超高性价比改枪方案 SG-552 突击步枪。它被大部分玩家所遗忘，但却在角落偷偷发光发热。每分钟906发的超高射速呢，让它在近距离作战有着很高的优势。同时枪械本身呢拥有着不错的稳定性，几乎呢不用考虑压枪问题。5弹打5甲仅需0.3秒即可轻松击倒。在目前部分枪械裸枪都需要15万哈弗 B 的价格下呢，搭配上我这一套改枪方案，仅需15万左右，咱们就可以在机密游龙快速收割战场，非常适合低效博大。下面我们进入改枪界面，首先呢安装 SG-552 重枪管，增加射程、枪口初速和枪械控制。其次枪口呢选择我们的老朋友钢制膛口支推器，减少后坐力。握把选择实用垂直握把，因为它非常便宜。弹夹呢可以选择30发弹夹，预算高的彦祖呢也可以选择45发大弹鼓，也许呢会有奇效。后握把选择 M7 稳定后握把，还是因为穷。枪托呢选择实用战术枪托，为了增加后坐力的控制。瞄准镜呢选择自己喜欢的几个，在这里呢我推荐的是反射式瞄准镜。贴片呢贴满 KC 猎犬的护目片，增加些许狙枪稳定性，提高枪械控制，咱们可以做到50米内呢稳定压枪。为了让大家呢可以尽快进入游戏体验呢，阿能我把改枪码呢直接放在这里，后续呢大家可以自取。总体来说这把枪的缺陷呢在于较高的距离衰减以及较低的死尸伤害。如果喜欢械头的玩家呢，建议呢及时改变打法，避免打不出伤害。同时也需要注意对枪距离，尽量的选择近距离作战，瞄准腹部以上开枪，才可以发挥这把枪械的基础性能。以上呢就是阿能个人推荐的一把武器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后续呢我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改枪方案。再见。今天呢我们来体验一下 K416的一款皮肤幻想曲。那么在正片开始之前呢，本期会先给大家掉落3把。欢迎来到阿能的皮肤体验馆。
首先，整个捆绑包2400三角卷，单个枪皮呢1150三角卷。今天呢，我们重点说的是 K416的枪皮。那么这个枪身呢，配色为黑白紫，同时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搭配了蓝紫色的流光，通过紫色渐变和金属白光结合啊，营造出神秘而高贵的氛围。整体呢偏金属的质感。在改装枪械配件时呢，每一个配件都有单独设计，皮肤组件呢会自动适配外观。避免啊整体的视觉割裂。这款皮肤啊使用的整体手感较轻，局内使用时搭配超高的射速和稳定性，体感呢更加的顺手。在目前众多 K416的枪皮中呢，颜值也算是不错。当然，具体呢各位彦祖买不买还是得看个人的喜好。这把枪呢也是咱们局内啊比较常见的枪械，适合中近距离的作战。目前 K416的裸枪大概在16万左右。下面呢我也同样给大家带来一套28万左右的改装配置，那么它呢也有着不俗的战力。这是低配改装下局内的检视画面。下面我们来到改枪界面，前握把选择实用垂直握把，降低后坐力。枪口呢可以选择钢制膛口支推器，大幅降低后坐力。枪管呢，咱们选择精英重枪管组合，提高枪械的射程和些许稳定性。贴片啊可以选择 KC 猎犬，提高狙枪稳定性。枪托呢选择实用战术枪托，提高后坐力控制。后握把选择 AR-MOE， 均衡提高枪械稳定性。弹夹呢可以选择 AR 聚合物30发。提高些许狙枪稳定性。瞄准镜啊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。阿能呢这边推荐 AP5000反射式瞄准镜。精校界面呢，枪托上右下右，后握上右下左，前握上右下左，枪管上右下右。除了这个改枪方案之外呢，阿能这里啊还有一个60万的高配改枪方案，这是在高配改装下咱们局内的检视画面。下面改枪码附上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今天体验馆的全部内容了。后续呢我也会产出更多的这个高质量内容。感谢大家，这里是爱你们的阿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一首歌的时间教你玩会一把枪。欢迎来到阿能的改枪第7期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27万左右远距离激光枪 AUG 突击步枪。它拥有非常高的枪械基础稳定性，以及55米的基础枪械射程，32的基础伤害搭配35的假伤，也能让它打出不俗的秒伤。5弹打5甲呢，0.4秒就可以轻松击倒。另外这把枪的优势在于，即便是面对50米外的敌人呢，也能做到枪响人亡，几乎不用压枪，甚至在屏息状态下呢，可以稳定击打100米的敌人。下面我们来到改枪页面，枪管选择使用集成3倍镜枪管，增加呢些许射程和稳定性的同时，也自带3倍镜。枪口呢选择沙爆垂直补偿，大幅降低枪械垂直后坐力。前握把选择 RK0 前握，小幅度降低枪械垂直后坐力。托腮板呢仅有唯一选择，增加枪械稳定性。预算高的呢也可以加一个枪托，能进一步增加稳定性。这里呢不做推荐。导轨安装一个激光雷指，增加操控速度和近点作战能力。精校界面，枪管上右下右，前握把拉右，托腮板呢上右下右。为了方便大家，下面改枪码直接奉上。总结一下，这把枪的缺点在于5弹打5头呢需要3枪，子弹的口径偏小，射速中等，秒伤较低。对于近距离目标的击杀速度会偏慢，适合喜欢打中远距离和架枪的玩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后续呢我也会带来更多的改枪方案。再见。在上期 K416幻想曲皮肤体验馆中呢掉落了3把，现在公布下名单。感谢大家对阿能的支持，后续呢也会力所能及的掉落一些新的枪皮。下面进入本期的阿能改枪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28万左右超绝满腰射轮椅。
欢迎来到本期的阿能改枪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0万左右满改西甲大帝 P90 冲锋枪。它拥有出色的基础伤害和护甲伤害，搭配898的超高射速，5套小人和6套大人都能瞬间融化。自带的50发大弹鼓直接安全感拉满，再也没有子弹焦虑。不管是贴脸腰射，还是中近距离开镜扫射，都能稳稳拿捏。45万的价格，这个性价比也能在绝密有它的一席之地。下面我们来到改枪页面，枪管选择 P90 猎豹重枪管，可以大幅增加腰射和操控速度。枪口咱们选择先进多口径消音器，可以增加有效射程和大幅水平后坐力控制。前握把可以选择 X25U 斜侧战斗握把，小幅增加垂直和水平后坐力控制。枪托垫仅有唯一选择，可以增加后坐力控制和操控速度。托腮板也是仅有唯一选择，可以小幅增加枪械稳定性。瞄准镜推荐2个增高架加1个红点，可以小幅增加操控速度。战术设备咱们推荐安装1个激光导轨，开启激光时可以增加大幅腰射精度和操控速度。喜欢爆闪的焰组可以安装1个爆闪手电，这里不做推荐。金教界面，枪管上右下右，前握把拉右，托腮板上右下右，枪托上右下右，增高座瞄具上左下左。下面也是为各位焰组附上2个改枪码，分别是28万的半改和45万的满改。总结一下，这把枪的缺点在于打头需要3枪，有效射程较短，伤害衰减较为明显，建议使用这把枪械时减少室外作战，或者可以带一把副手狙击枪打中远的目标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此结束，我是抖音精选作者阿能，后续我还会为大家继续更新三角洲新手攻略内容，欢迎上抖音精选追跟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一首歌的时间教您玩会2把枪。在8月7号版本的武器更新中调整了 M7 战斗步枪与 M14 射手步枪的部分参数。M7 新神上位，那 M14 真的跌落神坛了吗？那么我们下面要讲的是来自蓝湾的 M14 和 M7 性价比改枪。在改枪页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装备了提风超长枪管后， M7 的基础伤害和护甲伤害都上调了2点，再也不会出现有效射程内4枪打腹部还剩2滴血的情况了。打5套呢，稳定 0.3 秒击杀；6套呢也是稳定 0.4 秒，均衡增加了4点伤害，再也不会打6套像刮痧了。自身携带的超远有效射程也让它的架枪能力呢得到了更高的提升，可以兼顾远点和近点的攻击能力。目前呢，这把枪可以在任意地图中作为万金油枪械使用。那么 M14 的话呢，目前打5套最快仅需 0.2 秒即可击杀，打6套速度相差不大。TTK 相较 M7 更短，秒伤更高。不过呢，由于目前枪械的后坐力较高，在中距离还是 M7 更胜一筹。M14 的操控速度削弱对它的影响有多大呢？咱们在靶场实测发现满改 M14 的所有配件中，对枪械后坐力影响最大的配件为枪口和前握把。那么枪托咱们可以选择更换为提高更多操控速度的配件，比如引袭托心、引袭导轨和骨架枪托。实测这3个枪托后，更加推荐引袭托心枪托，搭配武器开火稳定性和后坐力控制的金教，能更好的控枪，配合其附加的10点操控速度几乎可以与削弱前的 M14 操作速度一致。当然，小弹鼓玩家呢可以忽略此次削弱，几乎不造成影响。2款枪械呢在此次的调整中 ，M7 是全面性增强，M14 的策略性调整也是削了一下腿毛，影响不是非常大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您非常喜欢 M7， 那么冷落了2个赛季的 M7 终于重回宝座，大家呢想必也是非常开心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在各大地图中可以重现它的身影了。从操作手感上来看M14 的极致近战能力和爆炸般的枪声呢更加震撼，整体的操作更加的顺手。M7 呢由于射速偏慢，近战能力呢对比 M14 偏弱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新版本中非常强悍，在中距离对枪更加的得心应手。同样呢，伴随着此次调整M7 的满改的价格也是来到了75万左右，和 M14 呢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子弹价格却是来到了4200的高价。反观呢 M14 的这个子弹价格已经跌落到了3800一颗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M14 的子弹呢可能会慢慢上涨。喜欢 M14 这把枪的小伙伴可以趁现在价格偏低狠狠的购入。下面呢是这2把枪的改枪码，大家可以参考。好了，本期的内容到此结束，这里是爱你们的阿能，咱们下期再见。